聚焦国际热点，剖析军事装备。在节目开始之前，麻烦您点赞关注。本期新闻节目的主要看点有：一、祖国统一后，台湾民众收入将增加2万元；二、自备狗粮帮美看门，台批准2400亿军购款；三、两岸融合交通设施，大陆填海已纳入考虑，2035年前京台通车，暗示统一最后期限。据人民政协报、两岸经合周刊报道，如果未来两岸统一，除了台湾特别行政区财政收入可用于改善民生外，台湾普通民众恐怕最有感的好处，也最直接的好处，就是岛内每年近4000亿元的军费和近1000亿元的金援外交就可以省下来，意味着每人每年收入将提高2万多元。台湾每年财政收入也可以补充健保、劳保，可以用来建长照，这些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好处。报道称，国务院台办副主任刘军川近日在参加第4届国家统一与民族复兴研讨会上的一句“统一后台湾财政收入尽可用于改善民生”，在台湾岛内引起热烈讨论和广泛关注。其实出现这样的关注并不是意外。报道称，尽管蔡英文上台只有短短6年时间，但台湾民众的日子却并不好过。这6年里，蔡英文当局高筑的债台，让他们人均背负8.7万元的债务，加上日益高涨的高额军费和金援外交，让台湾民众成了天下最冤的冤大头。近日，从民进党相关人事处获得了几份近6年来台湾当局与美国发生的军购清单。统计发现，从蔡英文上台开始，台湾仅对美国军购就高达5128亿元，意味着这6年中，台湾2300万民众每人掏出了2.2万元用于向美国购买武器。说是买武器，其实就是交保护费。岛内军事专家直言，台湾购买的这些所谓武器基本上是美国淘汰的破铜烂铁，和大陆比基本上是烧火棍，5000多亿元花的是冤枉钱。但这还不是让台湾民众成为冤大头的唯一支出，另有一项高额支出，所谓外交支出，也就是金援外交的费用，同样每年要从全体台湾民众口袋里夺走真金白银。从台湾当局的外交人事处获得的几份资料显示，台湾当局用于所谓维系外交的费用，平均每年就高达500亿到600亿元。这还不算台湾当局用于贿赂邦交国领导人和当地官员、游说组织、收买美国、日本、欧盟等友好国家政客、政治团体、智库、国际媒体的特别机密费。据台湾一位资深政党人士透露，按惯例，特别机密费数额每年大约几百亿元新台币。如果加上500亿到600亿元的外交费，总计每年支出的金援外交费就达近1000亿元。而这几项支出如果平摊在台湾2300万民众身上，每人每年为金援外交就要支出4300元。因此，如果把台湾当局所谓的国防和金援外交支出数据加到一起，每年台湾当局从2300万台湾民众每人腰包里要强行掏走25000元左右。对于普通民众而言，统一后中央政府不会收台湾1分钱，台湾的财政收入都用在台湾的民生上，这对台湾民众来说自然是重大利好。别的不说，统一后台湾就不需要拿钱养军队了，每年近4000亿元的军费和近1000亿元新台币的金援外交就省下来了。仅仅这2项支出的取消，每位台湾民众每年收入就可以获得直接增加。初步估算，至少每人每年增加2万元以上的收入不是什么大事儿。统一的好处还有很多是钱买不来的，而台湾每年财政收入也可以补充健保、劳保，也可以用来建长照，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看得见、摸得着，是与每个人获得的好处息息相关的。两岸统一后，台胞可以尽享以下发展福祉：台湾的和平安宁将得到充分保障，台湾同胞的生活方式、私人财产、宗教信仰、合法权益不受侵犯，台湾的经济发展将得到充分增进，以大陆市场为广阔腹地，发展空间更大，经济竞争力更强，产业链、供应链更加稳定通畅，台湾同胞的民生福祉将得到充分提升，两岸交流往来更加便捷，特别是广大青年来大陆发展的天地更加广阔，台湾的财政收入尽可用于改善民生。台湾的文化创造将得到充分发扬，台湾文化在中华文化根脉的滋养浸润中更加枝繁叶茂，焕发光彩。台湾同胞的对外交往将得到充分拓展，在国际上腰杆会更硬，底气会更足，更加安全，更有尊严。
据台湾中央社消息，台立法机构三读通过所谓海空战力提升计划采购特别条例，以特别预算方式编列，确定该预算上限为2400亿元新台币，预算包含采购岸置反舰导弹系统、无人攻击舰载系统等8项目。对此，有岛内网友痛斥自备狗粮帮美国看门，连买狗粮的钱都要贷款付美国利息。还有网友表示，又是特别预算，当台湾人都是盘仔吗？报道提到，三读条文还规定，海空战力提升计划采购特别条例所需经费上限为2400亿元新台币，以特别预算方式编列。对此，有岛内网友痛斥，悲哀的台湾人自备狗粮帮美国看门，连买狗粮的钱都要贷款付老美利息。也有网友讽刺，台湾人又要拼命工作，为民进党的选票努力赚钱，还要买垃圾武器。事实上，针对民进党当局企图以武获毒、以武拒统，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曾表示，以武拒统死路一条。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也曾明确强调，任何煽动两岸敌意、渲染两岸对抗的情境，都只会给台湾同胞带来灾难。解放军有坚定的意志、充分的信心和足够的能力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大陆资源部近日回复全国人大代表提案时指出，将统筹研究支撑海峡两岸融合发展的重大交通等基础设施纳入国家相关规划，并援引大陆国家发改委去年一份关于填海的通知文件，表示若两岸融合发展的基础设施属于填海，会纳入国家重大项目范围。大陆自然资源部日前发布就大陆13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多位代表关于赋予福建省特殊土地政策支持的建议。该部称，下一步将会与大陆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和福建省结合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运输需求和财力状况等，统筹研究支撑海峡两岸融合发展的重大交通等基础设施纳入国家相关规划。如海峡两岸融合发展的重大基础设施和重大产业项目确属新增为填海，则应根据国发24号文、发改投资740号文等规定纳入国家重大项目范围。上述内容既代表两岸融合发展重大交通等设施项目不排除填海。回复指出，项目纳入国家重大项目范围后，可由福建省人民政府按程序报送项目用海申请材料，按程序报国务院审批。此次提案的代表主要为福建省全国人大代表，其中包括大陆海协会长张志军。大陆将两岸融合发展重大交通等设施纳入国家规划的同时，大陆网友近日在抖音等社群平台疯传一首2035去台湾，歌词说要搭动车去看台湾好风光，甚至在大陆的小学校园里有老师以该曲教学生带动唱。此外，大陆国务院去年底发布《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曾提出2021至2035年大陆交通建设愿景，其中在加快建设高效率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中提出，要从福州兴建高铁到台北，属京津冀粤港澳主轴中的支线，规划由安徽阜阳经黄山、福建福州至台北。大陆将此一路线称作为京台高铁规划。大陆日前印发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在京津冀粤港澳这一交通主轴的布局中，从台北市出现在规划当中，引发两岸高度关注。不少在大陆发展的台湾青年表示，期盼规划早日落地，让两岸一日生活圈尽快形成。新发布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提出，2035年前要在福州到台北间建高铁。消息一出，俄罗斯驻华大使杰尼索夫表示，期待搭乘高铁到台湾看一看。对此，台湾资深媒体人唐湘龙表示，这样修高铁，他举双手表示欢迎。不少台湾同胞也认为，这样的规划符合大陆对台思路，也可以看出大陆的决心。届时，两岸一日生活圈将快速形成。厦门数据海峡研究中心秘书长表示，作为一名台北乡亲，还是台湾同胞，都是希望更多的两岸融合政策。这个高铁赶快修到台湾，这样子真的能实现两岸一家亲，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上能够更进一步。这已经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我非常期待这个段落能够完整的落实，真的可以实现从台北坐着高铁到大陆各个地方去看看这样的一个目标。兴建高铁到台湾地区这样的相关规划，大陆已经持续了10几年的时间。2016年3月，台北作为交通建设重要节点城市，
正式出现在“十三五”规划纲要的正文当中。在大陆高铁网中，安徽合肥至福建福州此前已经在福州段预留了台海通道，届时可将台海通道延伸至台湾。福州到台北直线距离约250公里，按照现在的高铁时速，不到1小时就能抵达台北。按照这样的路线，到2035年将实现台北1小时通行大陆都市区，2小时通达大陆城市群，3小时覆盖大陆主要城市。台湾时事评论员黄志贤：大陆号称是基建狂魔，这种技术对大陆来讲太简单，绝对不会达不到。我是有100%的信心，一定做得到。技术没问题，时间很短，到台北这什么意思？当时如果没有统一，这个高铁绝对盖不起来。所以表示大陆的规划里面，在2035年前，中国必须统一。大陆释出的善意，台湾绿营人士就有人出来反对，称这是天方夜谭。岛内有识之士呼吁民进党当局不要意识形态作祟，误导广大台湾民众。好了，今天的精彩内容就先到这里，喜欢的朋友们记得点赞，咱们下期再见。